美国总统发币，他的夫人也发币，他的儿子们也在发币，现在连新的联储主席都要发币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发行稳定币时在必行。川普政府创造了目前已经存在历史已知的三重危险之外的史无前例的第四种新风险，即稳定币带来的风险。它与历史上已知的风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三者在历史上都有对应的修复先例。泡沫破裂后，市场出清，政治压力推动制度重建，现实政委导致叙事自然更新。但一个可以扩展到万亿级别的私人稳定币体系的崩塌，叠加监管机构与受益者合一的政治环境，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也从未建立过应对它的制度框架。美国股市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1929年、2008年，每一次系统性危机的三个条件，即估值泡沫、监管失守、错误叙事，在此刻不仅同时成立，且每一个都比历史先例更极端。第一，价格层面上，多项指数都到达了历史级高位，而且资本量前所未有的庞大。第二，制度层面上，此次危机的滋生环境和前几次相比存在根本性的恶化。1929年，腐败是需要隐藏的不光彩行为。如今，川普在聚光灯下公开发行代币，公开从中获益，公开威胁羞辱，并使用法律手段迫使鲍威尔下台。这意味着社会对规则制定者同时是受益者这一行为的容忍阈值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掀桌的行为不再需要隐藏时，它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带来的破坏性和修复所需要的难度，都将是历史上隐性腐败所无法比拟的。第三，认知层面上，被动型共同基金和 ETF 的资产规模已增长至权益类基金市场的近60%。被动投资在2023年底首次超越主动投资，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在过去，亏损在某种程度上是主动判断失误的结果。2008的次贷危机是则更多是的金融系统的崩塌造成的。不过，尽管并非危机的直接引爆器，由于被动投资的规模已经进一步扩大，工薪阶层的储蓄在2008年依旧遭受了严重损失。而在今天，数以亿计的 401k 持有者通过指数基金被动地暴露在这个泡沫之中，他们甚至不需要主动做出任何决策，就成为了泡沫市场的参与者与加速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没有能力选择退出。但是，如果只是这样，一切还在可预测的范围内。然而，沃尔什的上任不仅意味着最后一道防线的消失，这一事件本身也是一个撤离美股的确定信号。沃尔什确实不一定放水，川普和其身边的利益集团也不一定需要他放水，他甚至更有可能缩水。但是，作为川普的政治和利益盟友，他推行的将是比放水更加可怕的政策。在现有的货币之外，创造一种新的货币——稳定币。它是私人发行稳定币从立法到监管到货币政策到市场执行这一链条上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关键的一块拼图。有了沃尔什，稳定币这种用信息不对等和权力背书本身没有任何价值的虚拟符号，不再是小范围的狂欢，而得以深度嵌入金融体系。缺乏监管的加密市场自此直连到股市和国债市场。稳定币是目前所有货币中主权背书最弱的。有人会说，稳定币并不是孤立，从黄金到美元到石油，
每一次货币符号化的演变都深入系统核心，打通了隔离层。稳定币不过是这个进程的最新一步，与其他货币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然而，之前历史上每一次货币符号化的演变都是从分散走向集中，从各国自行持有黄金到财政部主导、纽约联储托管的黄金集中管理体系，再到美联储与财政部共同维系的美元信用体系。符号化程度在提高，但货币权力的集中程度也在同步提高。集中的货币权力意味着集中的责任主体，意味着危机发生时有明确的机构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稳定币却全然相反，它是货币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不是一个中央银行，而是数十个，未来可能是数百个私人机构，同时发行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替代品。符号化程度在继续提高，但责任主体却在同步碎片化。这意味着历史上每次危机后重建稳定的机制，集中的权力承担集中的责任，在稳定币体系下不再存在。此外，通过稳定币立法，川普家族和私人机构获得了事实上的部分货币发行能力，而这个过程的推动者与受益者高度重叠。货币权力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腐败对象，这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价值计量单位本身，其传导范围和破坏深度远超任何单一政策领域的腐败。鲍威尔在任期间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他的具体政策决定，而在于他代表了美联储作为独立机构的最后一道象征性防线。他多次顶住川普的公开施压，拒绝将货币政策工具化，而 Rush 支持私人发币，作为川普的政治和利益盟友。他的上台不仅意味着美联储的独立性被极大的动摇，更是意味着美联储权威的被削弱。钱作为概念，其价值建立在信任共识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建立在代码基础，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比 token 和比特币还不如的货币，稳定币的风险极高，即便可以被接受，它的风险是内生的、无边界的、爆炸性的。这也意味着它更加隐蔽、更加突然、规模更大、破坏力更强。而如果危机发生，推动改革所需要的政治力量、独立的司法、独立的监管机构、独立的货币政策，恰恰是已经被系统性渗透的那些机构。修复机制与腐败机制共用同一套制度基础设施，意味着修复稳定币体系所面临的制度阻力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美国股市目前就是处在这样四种风险叠加的状态，前三类风险相互强化，泡沫为错误叙事提供了表观证据，错误叙事为泡沫提供了合理化框架，制度防火墙的瓦解使两者都失去了外部制衡，稳定币则是某种程度上的独立于这个相互强化体系的新型引爆机制，而一个没有既有修复机制的引爆方式，叠加美股处于有据可查的估值历史中最高区间之一，叠加已经被系统性拆除的制度防火墙，叠加数亿人相信的错误叙事，这四个条件的叠加，在人类金融史上没有先例。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此刻是在赌场，它只是被川普包装成了教堂而已。当然，泡沫可以持续比任何人预期的都更久，市场可能继续上涨。AI 同样也是史无前例的存在，说不定这次货币实验就成功了呢。但是和过去所有的时刻一样，有些人是因为相信自己能在崩盘前跑出来，而也有的人处在更加危险的境况。历史上每一次泡沫都有其时代叙事，用来解释为什么这次估值合理。从1929年工业化时代的永久繁荣，到2000年的互联网改变一切，传统估值失效，
到如今的 AI 革命重新定义生产力，每一次叙事都有其真实的基础。工业化与互联网确实改变了世界，AI 确实在重构生产力。泡沫的危险恰恰在于它总是建立在真实的故事之上。最危险的事情，恰恰是真实的故事才有预知未来数年的收益的能力。对于我而言，沃尔的上台是一个明确的撤离信号。稳定币是我没有把握的存在，人赚不了认知之外的钱。我对一个规则失效的市场也没有兴趣，所以我撤离了。但我由衷的祝愿一切都不会发生。